这两天小院下起了小雨，房东跟我说他也曾是地主家的儿子，这个床已经传了4代，然后我还是果断让他搬掉了。然后我就在阳台上搭起了我的小帐篷，但是睡起来是真的很难受。所以这两天每天早上起来打扫房间，下午就去逛建材市场，想要尽快把卧室这块改造好。朋友们每天也都在关心着我的改造进度，他们也都很想过来体验一下我这边的农村生活。我也很开心能有一群一直支持着自己的朋友，所以期待吧。昨晚恶补了很多刮腻子的教程，花了大半天时间，终于把卧室的墙面给刮好了。下午的时候下起了小雨，决定下山去买1盒茶叶。晚上的时候把房东的古董老箱子搬到了阳台上做一个茶几，然后再摆上自己刚买到的茶具。此时外面的雨已经下得非常大了，被淋成了一个落汤鸡。换了身衣服之后上来继续煮茶，买了很多的茶杯，随便摆了一摆。摆完之后才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喝茶，我还把茶杯摆得那么整齐。在这大雨倾盆的夜里，一边看着雨一边喝着茶，也是一种享受呢。但是回头一看，我的帐篷也被淋湿了。今天
这2天卧室基本上改造好了，还剩下一些木料，准备做一个书架和小茶几放在榻榻米上。因为前段时间一直在下雨，所以耽误了很多改造进度，木板全都被淋湿了。放干几天后，这2天终于把榻榻米给搭好了。自己也没有学过木工，很多工具都是借的房东的，所有的东西呢也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进行改造的。虽然有些地方看起来比较粗糙，但是做出来的整体效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。所有的视频基本上都是我自己拍摄的，偶尔有朋友休息时也会过来帮我拍一些片段。因为有很多视频都是自己拍摄的，所以有很多素材都是没有办法使用的，所以更新进度会比较慢。在这里还是要感谢大家的支持哦。前2天装天花板的时候，我本来以为会很轻松很简单，但是装的时候才发现那个帘子实际上非常的沉。装完之后吃饭的时候，我的手拿筷子都在抖，看来我还是有点缺乏锻炼。不过这也正合我意，希望整个房子改造完成之后，我能变回我3年前的样子，一个衣架子。这些木板放在院子里，经过风吹日晒雨淋，上面都很脏，但是打磨完之后看着还是蛮光滑蛮干净。做个书架放在阳台上，可以放一些茶具啊、水果什么的，还有一些书。虽然我不太喜欢看书，但是该文艺的时候还是要文艺一下的吧。好了，我也没有那么多话要说，书架就结束到这里吧。让我再说一说我的小茶几。还记不记得这2块板？这个是之前拆除老柜子的时候剩下的2块柜板，我看它品相还不错，所以就把它给留了下来。现在把上面的钉子给拔除一下，准备做一个小茶几。把2块木板并在一起，刷一层木工胶，然后用之前剩下的一些木条把它4边给封住，这样一个桌面差不多就完成了。然后这是之前做榻榻米剩下的一根横条，把它给截成几段，打磨干净上面的灰尘，钉成2个长方形的木框，这样小茶几的底座就完成了。感觉我这毫无波澜的声音是可以把它给做成电子音了。好了，我们还是听音乐吧。把边缘给打磨一下，我又出来啦。然后搬进去，放上我之前买回来的桌布，就大功告成啦，如它现在的样子。
前2天让村东头的王建林师傅送了一车沙子和一点水泥过来，今天开始在厨房搭灶台。第一次搭灶台速度还是有点慢，很多东西都是向王建林师傅请教的。在外面租了几年房子，自己也比较喜欢做饭，但是之前的厨房都很小，所以这次就准备砌一个大一点的灶台，把整个厨房间都给围起来。灶台砌好后，总感觉裸露的砖墙和水泥不太美观，于是就刷了一些白漆。前面的案板我也准备用之前房子里剩下的一些废料来进行搭建，但是我还是小看了它的工程量，因为很多木材上面都比较脏，而且还有很多钉子。但好在这些木料虽然年代久远，但是都还很结实。因为这个墙当时修建的时候可能是没有修平，所以很多木板不能直接一次性切割成型，都是被我切割成好几块拼装在一起的。但好在不影响整体使用。厨房的天花板有一部分是没有封起来的，所以还是准备在厨房里面做一个吊顶，用之前剩余的一些木方搭出来一个框架，然后用一些扣板把它给钉在上面。本来想要自己安装灯的，但是拿电笔测了一下，2根线都有电，所以中间留了一块。等着晚上邻居江师傅下班之后帮我过来看一下，重新装一下灯。之前有网友跟我说，这种云石机不能装带锯齿的轮片，也不能锯木板，所以大家不要轻易模仿哦。因为这个红色的木板我实在是不太喜欢，所以就买了一些木纹贴纸把它给贴了上去。但是貌似这个贴纸还是有一点薄，不过还好可以起到防水防油的作用。因为之前自己也没有安装过水槽，这个水槽在安装的时候才发现我上面留的这块木板还是太厚了，水龙头根本没有办法安装过来，试了很多方法，还是把那块板给切割的不成样子才装上去的，这里我就不放出来了。看到水龙头喷出水的那一刻，我欣然地笑了，今晚再也不怕半夜被饿醒了。第2天起来，墙面果然还是这种斑驳不堪的样子，但是我却越看越喜欢。贴上壁纸，装上射灯，再找来几个顶级的老木棍，钉在这个墙上，是不是有一种历经沧桑的即视感？再从之前的废料堆里找出来几块老木板，在这边做一个置物架，这不就是我之前一直想要却求之不得的侘寂风吗？这块老木板我已经钉了很久了，今天终于可以开始盘它了。和刚才一样的操作，找几根老木条钉在墙上，因为板子比较重，所以多钉几根钉子，让它牢固一点，不要变成豆腐渣工程。厨房间的顶灯还没有灯罩，吹一个气球，用点麻线绳把它给缠绕好，再刷上2层白乳胶，晾干1天。第2天等干了以后，直接把气球扎爆，套在灯座上，就完美告成啦。
种一点花草。现在许多花的花期都已经到了，对于喜欢种花的我来说，当然不能错过。上午的时候去花鸟市场里面挑选了一些花卉，回来之后就开始收拾这块空地。之前已经把土给翻过一次了，但是土里面还是有很多建筑垃圾。靠近墙角这一块地基比较深，所以这块没有办法去种太多的植物。排水口这一块有地基的部分露了出来，而且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，没有办法去拆除，裸露在外面比较难看。索性就用之前买剩下来的一些木托盘放在这边，准备搭一个台子。没事的时候可以坐在这边发发呆，还可以放一些盆栽。把这块地面踩实之后，用之前剩下的一些水泥和成砂浆，稍微和得干一点，和地表的土壤混合在一起，这样地面才不会容易塌陷。然后再用之前墙角剩下的一些砖放在下面，把它给支撑起来。最后再找来之前剩下的一些木板，把它给铺在上面。但是注意要提前用火炭化一下，这样可以起到一些保护作用。木板钉好之后，从院子的角落里面找来几块这种大青砖，铺在这边，想做一个花园小路。然后在边上种上一些小雏菊和一些自己喜欢的植物。再在缝隙里面铺上网上买回来的鹅卵石，但是买回来的鹅卵石有点少。铺完这边，另外的院子就已经不够铺了。今天就先到此为止了，明天继续加油。还是不够，于是今天就骑上我的战车，准备去湖边捡一点石头，然后再挖一些植物。之前有在湖边发现很多这种多肉植物，可以挖回去铺在地上做草坪。湖边也没有什么鹅卵石，选一些形状比较好一点的石头，捡回去可以铺在院子里面，做一些景观。用捡回来的石头把树根底部给围起来，围一个圈，做一个小型的花坛。靠近墙边这一块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刨一点土，准备在这边种一排黄瓜。然后再把挖回来的植物铺在地上，做一些绿化。花园也是需要一直养护才会越来越好看。虽然这些新挖回来的植物看起来铺在地上会比较稀疏，枝叶也稍微有一些枯萎掉了，但是种在土地里多浇水的话，还是一样会枝繁茂盛的。在空出的地方铺上一些捡回来的青石板，做一个通往鱼缸那边的一个小路。墙角地方种上一些女朋友喜欢的玫瑰，然后再在其他的地方铺上一些白松石，既可以抑制杂草生长，也不失美观。天色已暗，今天来处理小院这块最后剩下的一点。之前在院子的角落里面发现有一口大水缸，一直放在那边没有用。今天准备把它挖出来，在这边做一个鱼缸。挖出来以后，发现整体的完整度还是蛮高的，稍微清洗一下，洗干净之后放在一旁晾晒干。然后来到小院的这边，在这边同样挖一个坑，把缸给埋进来。因为水缸的高度比较高，如果直接放在地面上的话，可能会影响整个花园的一个布局。坑也不用挖太深，埋入一半就可以了。水缸放好之后，把周围的土壤填进去，让它更牢固一点。然后再用我从湖边捡回来的一些石头堆放在缸的周围，把整个水缸给围起来。墙角这一块特意用之前挖出来的土堆高了一点，后面可以在这里种一些景观植物。虽然土层不是很厚，而且下面都是岩块，但是这边农村嘛，有很多地方都有岩蕨。从墙角挖出来一些岩蕨，然后插在石堆里面，既容易养活又很美观。角落这个地方，我准备种一棵金黄鸟。这种植物本来就比较喜欢阴凉通风的地方，长大之后也非常好看。院子的角落里还有好几个小陶罐，放在缸上面做一个流水景观。缸里蓄满水就可以开始养鱼了。小花园的整体改造到此就告一段落了，还记得它之前的样子吗？之前有粉丝留言问我这个流水景观的制作过程，正好前两天做的这个流水器坏掉了，可能因为是用太阳能的原因，功率比较低，抽水一直抽不上来，而且这个绿色的罐子也已经烂掉了，不太好用，索性就把它给拆掉了，然后重新做一个。
角落里正好还剩一个旧罐子，把它清洗干净，然后在坛底打几个孔。这次买的潜水棒水管比较粗一点，所以就多打几个孔，把孔稍微开得大一点。之前觉得太阳能比较方便省事，但是用起来真的是有点鸡肋，所以这次就直接买了一个插电式的，把潜水棒放在水缸里，然后找了几块木板垫在上面。陶罐里面加上一些火山石，然后再铺上一层细沙，可以起到一些净化水质的作用。再拿了一盆铜钱草塞在里面，插上水管。这个水泵的水流比较大，所以要调整一下水管的位置。然后再在木板上放上一些小摆件、小植物就可以了。是不是超级简单？你学会了没？阳台改造今天开始了啊！当初租下这个小院时，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小阳台，没想到到最后才开始来改造的。这个地方采光通风都蛮好的，所以想把它改成一个半封闭式的茶室。材料还是用之前剩余的一些木料和一些院子里面的旧木材。一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把这块旧木板给搭到楼上来，测量好合适的长度，先去2块木板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置物架。这2块木板是拆了之前没有用的板凳上面锯下来的，取了一些能用的部分，一长一短钉在墙上，一个古香古色的置物架就已经做出来了。再稍微打磨一下表面，整体的感觉就出来了。因为后期准备在地面和栏杆上刷上白漆，然后靠近墙角这一块呢，想做一个榻榻米，所以就先把墙角这块栏杆给刷上白漆，然后再把之前堆在院子的角落里的一些剩余的旧木材全部拿上来，和卧室榻榻米的做法相同。靠近墙壁这一块就用这块最大的旧木板做一个支撑，然后测量好长度，锯好之后直接把它怼在墙角，然后再测量一下这块木板的高度。本来以为这块木板够长，所以截成2段放在两边，但是叠了段之后发现长度就不够，所以靠近外面还准备用木方搭一些框架出来，再用之前剩下的比较粗的一些旧木材作为横梁，方便支撑。辛辛苦苦搬半天木头上来，测量之后才发现很多木材长度都不够，修剪剪之后就只有4块木头，索性更多空余出来的地方就用木方代替，但还是怕它不牢固，所以就还是在院子里找了一些之前装潢的剩余的一些垫板铺在上面，也能够分散一部分承重力，这样会更牢固一些。修剪拼凑，也终于算是把这个后面的雏形给搭建了出来。不知不觉1整天就过去了，我的胃也空空如也。今天就先到此为止了，明天继续了。阳台改造第2天，紧接着昨天的工作，把榻榻米这边的木板给修剪了一下，然后找来一些杉木扣把，把它锯成合适的尺寸，铺在这些旧木板上面，这样既可以保留木材原有的颜色，也不是美观。而且杉木扣板的质地比较柔软，铺设2层的话，铺在上面也会比较 Q 弹，不那么硌皮。上面铺设好之后，然后再锯一些短块的扣把，铺在外面，或者是中间，这样一块块把它们扣起来，敲打进去，然后钉牢，既可以增加牢固性，又不是美观。榻榻米的中间我留了一个凹槽，这里准备放一张小茶几，但是地面的话我也准备铺设一些木板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赤脚踩在这边。四周的话我还是准备把它们空出来的，这样可以造成下面的通风，夏天的话也不会太过污脚。
后在靠墙这边用竖立的木板做一些靠背。定好之后，我迫不及待地拿了一个沙发底线过来尝试，然后就进入最大的挑战环节——封天花板。和之前卧室客厅的做法一样，我还是准备了部分尾端来缝。先测量好长度，拍第一段视频的时候，镜头没有对焦，所以直接从第二段开始。找一块木方作为固定，然后把帘子用木方固定在横梁上，用铁丝拧紧。这个9棉花服这里也总算是把这个天花板给放好了。然后就开始刷漆，把栏杆和地面都准备刷成白色。这个漆干的也比较快，也试了一下，如果不是下雨天的话，整个踩在上面的话是不会留下脚印的，也比较美观。楼梯这一块之前被弄脏的部分也全都刷上白漆，今天工作就先到此为止了。